应该快到了，这里是大城市。一路上走都是沙漠，楼都没有几栋。现在一下子，天上有飞机，地上这么多楼。导游说1个半小时，9点半了，时间也够了。大家可以醒一下了哈，我们前面快到谢赫扎德清真寺，大家都清醒一下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注意事项，然后我们一会儿进行参观。
可以拨开窗帘哈，可以看到沙漠里面有些绿色的植被哈，在这个海水当中，那个就是红树林哈，红树林，这些在海水里面生长的红树林。好，我们下一站去谢赫扎伊德清真寺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去这边参观的一些要求。一会儿哈，我们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先参观的一个流程。我们一会儿到达谢赫扎伊德清真寺之后呢，大家就把这个随身的贵重物品啊带下来，跟我一起进去。那里面有些东西不可以带，第一个是香烟、打火机不让带哈，香烟和打火机不让带。然后再就是我们的零食、水果呀、吃的这些东西啊不让带进去啊。里面不允许吃东西啊，喝的话这种酒精型的这种饮料啊、制品啊不让带，热水瓶不要带哈，但我们的矿泉水瓶是可以带的啊。然后大家有什么玩偶啊、有什么旗子啊这种标志性的东西啊，不可以带进去哈，不可以带进去。然后大家一会儿先把这些东西放车上哈，尽量可以轻装上阵，带上我们的随身贵重物品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下车的时候哈，我们把这个不能带的都放车上，贵重物品带上。然后我们会先经过户外，大概走个100米左右，到达室内哈。经过一个地下的一个商场，一个商业街哈。到达商业街之后呢，我先带大家去上洗手间。上完洗手间，我们再进去参观了。上完洗手间，我们在外面集合。这边呢，我们先去过服装检查这一关哈。一会儿呢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来检查我们的服装，所以一会儿我们进去室内之后，大家上完洗手间就把我们的妆容弄好啊，头巾啊、长袖啊、长裤、长裙啊都把它弄好。这边会有工作人员专门检查，检查了能进去的就让进去，不能去的哈要去可以去那个隔壁哈有这个卖袍子，可以去买一件，或者相互倒腾一下进去啊。袍子大概费用多少？啊？费用？多少钱？袍子的费用从100多块钱到几万块钱都有哈。人民币还低那么？对，人民币。女士的袍子，黑袍最便宜的时候，100来块钱左右哈。男士的一个袍子哈，大家如果一会儿想买，在那个卫生间对面呢有一家商店可以买啊。我们先集体活动，我们先去上厕所，检查服装。检查服装之后呢，我们要过安检啊，过安检。过安检之前，那里有个机器要扫码的，大家记不记得我给大家发了门票的呀？每人拍到的，对不对？记住啊，在那里不用扫，我们团队票哈，我在那里会提前帮大家扫一遍，所以在那一关不用扫，我们直接过去过安检。过安检之后呢，我们在那个安检边上等我哈，不要挡住路了。过安检的时候呢，有包的你就需要把包放在里面，没有包的呢，你只要把手机放在旁边，过去拿手机就可以了哈，比较方便。过安检之后呢，我们会通过一条地下隧道哈，地下的一个道路，然后我们走这个地下通道进去，穿过地下通道，我们就到户外。户外这一块呢，也有一部分室外的一部分哈，会晒晒太阳，这边可以拍到清真寺。然后我们就正式进入清真寺。进入清真寺之后呢，大家会看到清真寺啊是由这个金黄色和这个白色组成的这样一个建筑。大家先试猜一下哈，这个金色的是什么东西？那个是黄金哈。清真寺一共使用了46吨黄金，造价是55亿美金哈，非常非常壮观的一个清真寺。白色的就是汉白玉哈。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希腊的高品质的大理石，主要是这2种主体颜色哈。那我们一会儿参观呢来讲一下哈，我们进入清真寺一个拱形门，这拱形门啊这一块拍照很好看哈，在一个拍照点，可以让你拍下照。然后我们从清真寺的拱形门进去，参观完拍完照之后，我们往左手边开始参观哦，跟着这个走廊走，往左手边走，右手边不要去哈，右手边是女士做礼拜的地方。大家请不要往右手边走，我们往左手边走，往左手边去参观。左手边呢，那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走廊上面有一个柱子，这个柱子的话也很特色哈，就是柱子上面是有白色，有这个绿色、红色各种的一个花纹哈，看上去呢就像绘画上去的，但你仔细摸一下，你发现不是，
这个上面啊是拿这个贝壳和宝石啊磨成薄片镶嵌上去了，所以你去摸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凹凸平的感觉。这是下面哈，那柱子的上方呢就是金灿灿的这个黄金哈，黄金做的这种叶子。大家也可以去看到那个黄金摸不到碰不到哈，可以去拍拍照片。就走廊上面拍照啊，它也很好看啊，也很出片，很特色的。那我们跟着走廊走到里面呢，我们就进入清真寺的主大殿。那要记住，走廊只是一部分啊，进入清真寺的主大殿才主要看点啊。进入这个主大殿之前呢，我给大家拍的这个二维码，就是门票哈，这些重大作用呢。这个时候呢，有保安、安保人员站在门口，需要去扫描这个票的，大家把这个票手机相册打开，把这个票给它扫一扫，每人一张，对不对？扫完之后，进入清真寺的主大殿。进入这个主大殿呢，大家会发现这个大殿非常的霸气啊，恢宏壮观啊。这个清真寺的大殿里面，大家会发现这个墙上啊也有很多花纹，就像我们这个柱子上的那个花纹一样的，只不过这个花纹会更加大一些。它呀也是拿这个宝石镶嵌的哈，大家发现他们拿很大的宝石把这个花纹镶嵌在这个墙上。清真寺上面还有水晶吊灯。水晶吊灯呢，其中这里面有3盏大的水晶吊灯最为特色哈，头顶上有3盏施华多石水晶吊灯，每一盏都有1万多颗水晶哈，每一盏吊灯造价是80万美金，造价80万美金啊，非常非常好看。施华多石水晶吊灯哈，一共有3盏，这3盏吊灯的下方是一块大地毯，这个大地毯呢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波斯地毯哈，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童话故事啊？你讲那个阿里巴巴。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看过没有啊？波斯飞毯听说过没有？就是那个大地毯啊，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它的造价达到了3800万美金哦。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人工编织地毯，有多大呢？有5600多平方米啊。那它其实是用12块地毯组成的，把它拼成的，但也是把它这个缝合好的哈。他们是从伊朗邀请了1200名女工手工编织了1年半的时间才完成的这个大地毯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好看。大家不能踩了，可以用手摸一摸哈。在17年以前哈，这个地毯大家都可以进去踩的，现在不让踩了，可以把手进去摸一摸这个大地毯。那一般的清真寺里边哈是给穆斯林做礼拜的。正常来说哈，这个清真寺主要是用来参观会现在比较多一些，只有在宗教节日的时候或者周五的下午的时候啊，才不让参观，给教徒做礼拜用哈。正常来说，他们做礼拜就是这个大地毯上面做礼拜的哈，那也是在清真寺的主殿里面去做礼拜的。那我们看主殿，主要是看3盏施华多石水晶吊灯和墙上的这些藤蔓啊、这宝石啊，那还有我们地上这块大地毯，拍照也很好看。看完这个主大殿之后，我们继续往左侧方走哈，跟着指引线走。那我们会走到清真寺的侧大殿，左侧方那一块哈，大家这一块呢又需要把手机拿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扫描完之后呢，我们进入清真寺的侧大殿，你就可以看到3盏施华多石水晶吊灯，完整的展现你的眼前，那一块拍照也特别好看哈。这都是室内的哈。进入主大殿这边就是室内的哈。进入主大殿之前呢，它是有这个遮阳的地方，但是没有空调哈，但是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凉快的。然后这个侧大殿拍完之后呢，大家跟着左侧方出来，再原路返回，进入我们的地下通道，返回到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个集合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左侧方哈，我们已经看到谢赫扎耶德清真寺了。首先我们讲一下它的名字，它的名字有点长，叫做谢赫扎耶德清真寺哈。它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国家元首啊，第1任元首这个谢赫扎耶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阿勒哈扬，为了纪念他来建的这个清真寺哈，所以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清真寺从什么时候开始建呢？从1996年开始建造，到2007年完工哈，一共是耗时12年的时间，斥资55亿美金，使用了46吨黄金哈来打造这个清真寺。它是全世界最奢华的清真寺哈，但不是全世界最大的，是全世界最奢华的清真寺，叫做谢赫扎耶德清真寺，耗时12年完成，是为了纪念谢赫扎耶德先生。其实啊，这个清真寺就是为了他而建的哈，但是不幸的是，谢赫扎耶德在2004年就故去了，这个清真寺啊，2007年才完工，所以他没有见到这个清真寺建好的一个样子哈。现在清真寺在我们的右前方、右侧方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清真寺。清真寺呢，你看到最多的就是白色，然后就是金黄色，对不对？金黄色的就是黄金，白色的就是大理石、汉白玉，还有我们说的。那个可以看一下哈，我们可以看到4根高塔，
这4根高塔呢叫做宣礼塔哈，宣礼塔，他们会播放这个宣礼乐，就在这个上面去播放的啊，宣礼塔。然后会看到那个拱形，会看到那个圆圆的那种拱形的东西哈，像一把伞一样，像一个球一样，这个叫做拱形啊，这是拱形，或者叫做穹顶啊。看到没有啊？一共有82个哈，4根宣礼塔，每一根高107米高，82个穹顶。然后大家看到那个拱形门会有很多哈，这是阿拉伯的特色建筑哈。尖塔、拱形门，再加上这个穹顶，是阿拉伯的特色建筑，阿拉伯式风格。那还有这个白色哈，也是阿拉伯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颜色。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阿拉伯的男性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白袍。白袍，对不对？所以白色哈也是他们非常喜欢的颜色，也象征着非常神圣的这种感觉哈。其实我们中国也是比较喜欢这个白色和神圣。那我们一会儿呢，我们下车之后，大家把这个不能带的刚刚讲的这些全部放车上，尽量是轻装上阵。对，矿泉水是可以的哈。那我们在里面呢都是可以拍照的，除了安检的地方不可以拍照，其他地方都可以拍照。但是请大家注意一点，注意什么呢？在这里面拍照啊，不能做任何的手势和姿势啊。什么手势？像我刚刚讲的什么迪拜的手势，比个这样的，比个大拇指，比个耶，比个爱心，都不可以哈，不要做任何的手势和姿势。站着拍照哈，就是稍微也不用那么正经哈，你扭扭身体啊，用你的手啊，这样拉一拉头巾啊，都是可以的哈，都是没有问题的。不用你站得那么板正哈，但是不能这种歪着斜着呀，摆这种很大幅度的姿势。如果你有做这种动作啊，保安会叫停你，然后会叫你的，会提醒你不让你做，让你删除你拍过的照片，请一定配合的哈。那这个时候呢，大家语言就很重要的。我们车上有没有英语好的呀？没有啊，没有就好啊。如果你英文很好，你也要说你英文不好，明白吗？因为他对那些语言不通的人，他的包容性会更强一些。如果你英语很好哈，他可能就会跟你说一些东西，可能还会对你进行处罚。这一块哈，你就听不懂。但是你要配合删除照片，不要跟他抵抗哈，这样就没有什么问题。他对我们的包容性会比较强一些。如果你语言好，他可能就让你掰扯。但大家一定要切记一点哈，如果让你找导游，听不懂。因为你找我过来的话，你的麻烦就比较大了哈。如果我不过来呢，他可能想想算了哈，反正我跟你沟通不了，这回就这么着了吧。但是跟我叫过来呢，你可能就比较麻烦了。找你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你拍的照片要配合他删除，另一个方面哈，就是因为你的头巾掉了。那一定要注意哦，我们进入清真寺里面之后，你的头巾的妆容都不要改变哈。到什么时候可以换呢？我跟你说哈。那这会儿清真寺呢可能会温度稍微会高一点哈，大家轻装上阵，带上我们的水瓶，带上你的墨镜，带上你的防晒。